各位好，今天的 Apple Store 的故事，我想跟大家来聊的主题叫 Apple 的员工折扣俗称 EPP。员工折扣呢，其实这个我相信有一些观众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啊。我还印象当中有观众留言说聊一聊员工折扣吧，然后紧接着有一个观众就留言说员工折扣没什么好聊的，就是个人75，朋友85，结束了啊。没错，他说的信息都是对的，但我觉得其实聊员工折扣还是可以聊出点有意思的东西的啊。那想先跟大家去谈一下，作为 Apple 员工，他有着一些还算蛮丰富的员工折扣，而且这个员工折扣它对于 Apple 员工的吸引力的大小，其实和 Apple 的产品它在全世界的受欢迎程度是成密切相关的。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如果说，一家公司的产品它本来卖的就不好啊，那你说我提供非常好的员工折扣，甚至是免费送，那可能对于员工来讲，这也还不如给我发点月饼呢。虽然发月饼这种是我最讨厌的一种折扣模式，对吧？但是如果说这家公司的产品卖得非常的好，你即便不是这个公司的员工，你也大概率上会购买，而且会买好几种产品，而且还会不断的更新，那这个员工折扣的对你的吸引力就非常大了。那我肯定是属于后者嘛。那作为 Apple 的员工，都会一般来讲会有哪些这种在购买折扣上的福利呢？第一个，Apple 自己的产品，如果是员工本人去使用，你可以享受一个75折，但是一年只能买一个啊，同品类的只能买一个，也就是说，大面上放着的吧，一个 iPhone，一个 iPad，一台 Mac 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同品类的，一年只能买一个，这个是针对于员工个人的一个最大折扣，75折。那对于员工的朋友是给到就是 Apple 自己的产品是有85折的折扣的。那这个折扣呢也是有数量限制的，当然这个就不太可能只限制一个了啊，因为只有一个朋友，这个有点就是不 make sense 啊，是不合理啊，让人没法理解了。所以朋友的折扣呢，最早我记得是10个，但是后来呢改变成了一个叫做合理数量的。那这个合理数量到底多少数量算是合理呢？那肯定是 Apple 公司的 HR 说的算了，你自己呢就小心着点看啊。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员工折扣，都是明令禁止用它来进行牟利的，而且不可以有冒名顶替的情况，说给谁就是给谁，在1年之内不可以转售。即便是1年之后，如果你想转售，你也不可以以牟利为这个目的啊。所以这是最明显的两个，刚才也提到过的。但其实除了这两个以外呢，还有一些可能大家没太注意到的员工折扣，比如说除了亲友折扣以外，还有一个店内的9折。就是你如果是 Apple 员工到 Apple 自己的 Apple Store 零售店，你是可以有一个合理数量的9折优惠的。那这个优惠其实是涵盖了 Apple Store 零售店里面销售的所有的产品，不管是 Apple 自己的还是第三方的，都是可以的。像很多时候，如果你下班之后带着朋友来去买，意思意思给一个折扣啊，那这个是第3种员工折扣的方式。那其实还有第4种员工折扣的方式啊，就是 Apple 会不定期的向员工去发放一些，我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合适的名称去叫它啊，但是 Apple 内部是有一个专有的名字的。做过 Apple 的员工，我一说这个名字，你肯定就知道了。但是这个名称对于非员工来讲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即便说了，你也不太能理解这是什么。那我就翻译成一个不太准确的吧，但是能够方便你一下子就 get 到是什么意思的。你可以理解成清仓大甩卖，就可以这么去理解啊。有些给人的感觉也确实有点像是清仓，但也不一定。所以这个折扣呢是可遇不可求。
而且这个折扣的力度呢也是不确定的啊。那我记得有比较大的力度是有对折的甚至遇到过2折的啊，这个也有。比如说一些手机壳比如说这个 Beats 的耳机系列等等等等，这个都遇到过甚至像对折这种比较大的折扣。而且往往这种不定期的折扣，如果你是遇到了之后呢，就是它的购买限制会相对来说宽松一点。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吧，就是如果这种折扣真的是为了清仓的话那作为员工你多买点为公司早点把货清出去，那我们就不要想你买多少了而且你买这个呢也是不会记录在那个个人的75折和亲朋好友的85折的那个数量里面的这个是完全算额外的。基本上我能想到的常见的员工折扣就是这些了。当然，在早年可能你还会遇到一些合作商的折扣，比如说我在直播当中提到的，我刚入职的时候，你可以买 BOSS 的耳机产品有折扣，买 B&O 的这个音响产品有折扣，但这种折扣目前就越来越少了。包括还有一些官方甚至是第三方的收费 App。也会对员工有一些免费甚至是打折的情况，这个也有过，但是也是不是一个一直有的东西，就是它有的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你赶上了呢就是赶上了，你赶不上呢没有呢也就没有了。所以基本上我了解到的 Apple 员工所有的折扣，应该我想一想大差不差吧，就不太会再有其他的了。就包括还有一些软件跟服务类的，比如说一些学习的网站，像这个比较知名的国外的这种学习软件怎么用这种网站，像 Linda 呀，或者像 Final Cut 的那个 Final Cut Pro 的那个插件网站叫什么 FX Factory，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不大不小的折扣吧，但是目前来讲应该也不见得会有了所以以上是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目前能想到的，并且在我的职位上我知道的我自己也有这个作为员工也有权利能够享受的这些折扣，大概就是这么多。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前面这一半都属于叫科普或者是扫盲那这期节目其实我重点想跟大家聊的是接下来的2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这些折扣，如果你真的是有朋友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是亲人是 Apple 的员工，或者说呢你想要不要去 Apple Store 去讨好一个员工，套关系，看他能不能给你一个折扣，对吧？那像这种场合行是不行那真的是亲朋好友，你需要有哪些注意事项？这个我想重点跟大家去聊一聊。那其实还有一个想聊的是，如果一个员工给了你折扣，那基本上你怎么样跟他交流会比较得体我想聊这2部分的内容。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些折扣的限制首先，个人的75折，如果你不是 Apple 员工本人，我强烈的建议你就别提这件事情你知道就知道了，但是出于礼貌，我觉得你也不要去提这件事情。你比如说我有一个青梅竹马不对，青梅竹马就是发小就是一起玩起来长大的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现在他成为了 Apple 员工，那我想买一个什么 Apple 的产品，我能不能问一下他，你能不能把你的75折给我一下呀？我个人的建议是提都不要提，问都不要问，他自己提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您看了我的频道，我真的发自内心的建议各位千万别出口去问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礼貌和对人的尊重的问题你不知道不知责就算了，但是我不想说不知责不怪，这个话不是这么说的，很多东西不是因为你不知道就不怪你的做错了就是做错，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人和人最起码的尊重和礼貌问题。因为员工的75折他只给到员工本人，他有2个限制，一个是他1年只能买1个同品类，对不对？第二个是他只能限制在员工本人用，这个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就即便是员工自己愿意说，这个是我用了一个买我自己的折扣，我们俩非常要好，我给你了。其实如果公司计较下来的话，它是会被开掉的，这是违反了员工守则的
所以作为你来讲，如果你不是员工本人，我强烈不建议大家去管这个员工，不管你们关系再好，不要去开口要75，这是第一个。第二个，85折能不能管员工要呢？这个肯定是可以的，但是你经过我的描述，就是 Apple 员工的折扣不是像大家想的一样，只要是员工就可以随便买的。虽然这个折扣是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它后面的规则，你要把折扣和折扣享受的规则放在天平的平衡端去考量。你不要因为你不是员工，你不要把折扣跟规则，折扣是这么高，规则就完全降到看不着，那这样对你也不好，对你的那位员工朋友也不好。说不定因为这个你们就可能在情感上有一定的瓜葛，就有一定的问题，对吧？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了。所以说，如果你希望管你的员工朋友要85折的时候，其实你最好的方式是先去礼貌的去问一下，就是你今年的85还有没有额度了，能不能考虑给我一个，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征求对方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是能够成功率蛮大的一点吧。我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和同事之间也会去聊，其实大部分的 Apple Store 的我不知道其他的岗位这个部门 Apple Store 的员工聊到给亲戚好朋友去用这个员工折扣，其实最让员工不太喜欢的事情有2件，一个呢就是管你要折扣的这个人本身非常的不懂礼貌，就是我们大白话讲嘛，就是他找我买东西好像是我欠他的一样，就是各种不配合，就是那种明明是我给了你员工折扣，但是你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我是个服务员，我低你一等，因为你是掏钱的那个，但你的钱又不是给我的，我是一个中介，我只是这家公司的员工，你的钱是给公司的，你找我买，其实我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对于 Apple 来讲，我作为一个员工，我给你享受了85折的折扣，那么折掉的这25%，我是要交税的，你知道吗 ？Apple 作为一家美国公司，是一家跨国公司，它在合法合规上面是做的变态的严格的，所以，你给朋友买了一件85折，比如说这个100块钱，你给他便宜了25块钱，那么当你这个月工资给你结账的时候，你这25块钱算你的收入是要交个人所得税的，这个可能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其实如果一个员工给到了你85折，其实对于这个员工来讲，他只有损失。我姑且不说还要帮你网站上去下单，还要帮你填地址，还要给你写那些东西，有的时候你买了用的不好，你还要去找人家问，对不对？那这些沉没成本就算都不算，我们就算钱，它也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所以很多人说是找员工买了一个这个折扣请人家吃顿饭，我觉得这个是，虽然我不喜欢被请吃饭了，但是我觉得这种有一些表示是最起码的人之常情。一方面是你麻烦了人家，因为这些话如果我现在正好是员工，你又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不太方便直接跟你这么讲的，就大家就都是在中国的大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个我特别不喜欢的这个观念深入人心，就是谁是有钱谁是老大，对吧？我是消费者，我是上帝，这个是我完全不赞同的一种观念。那很多时候就是找朋友代购，不是说代购啊，就是买这个员工折扣，就会把这种观念加在员工身上，这个是让员工非常的不开心的。所以说像这种东西，其实你要努力的去配合员工，起码来说你的话语，你说话的态度要好一点，然后尽量的为这个员工着想，不要去催他。然后他如果说我已经帮你弄好了，你邮箱里查一下，半个小时之内付款，你一定要尽量的半个小时内付款。然后你要买什么颜色什么，尽量想好，不要让人家下完单之后又说我后悔了，再要怎么样。然后买完之后有任何的售后问题，尽量去找公司，而不要找这个员工个人。如果说
这个员工跟你说你去下单，你要提供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信息，他可能会是姓名、电话、邮箱、地址，然后你去回给人家这些信息的时候，你看好人家说了什么。我遇到太多的情况，比如说，好，我给你买，你给我提供姓名、电话、电子邮件和邮寄地址，然后等他回来消息的时候就落了一个电子邮件。电子邮件是最常被落掉的，为什么？我之前做节目也讲过嘛，中国人不习惯用邮件，他看到就选择性忽略。那这种其实就证明什么？你不重视嘛，人家给你优惠你还不重视嘛，对吧？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人家管你要什么，你就严格的看，一个一个的核对，要什么就一下子发给别人，就尽量快速的回应，尽量完整的配合，这样会给一个帮你购买的员工有个很好的体验。你给到人家这个员工很好的体验之后，那么你下次再求人家帮忙的时候，其实人家会更愿意把这几个额度多给你一些。特别是有些像我就是属于那种没啥朋友的，我每年家人与朋友的折扣都是剩下来的，有的时候就是10个剩9个这种。但是人和人不一样嘛，我这种性格我觉得是特例啊，就是比较内向到比较极致的。但是有很多朋友的，那这种情况下他就必须要进行筛选跟分配，就是我就这么多名额，我到底给谁？那你换位思考，要是你一个就是像明明找你买东西嘛，像你欠了他一样，那另外一个就是态度很好，配合的又快，然后又没那么多事儿，那你说你愿意把额度给谁呢？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员工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帮你省钱，并且是联络感情的一个优势，但是不要一手好牌打成了烂牌，不要因为你的一些小失误把它打成了一个劣势。本来是朋友的，买了几次之后人家不理你了，你不要做成这样子啊，那就好了，对不对？就是这个是关于85折，但是9折呢，其实这个85和9折其实就是看你和这个员工的关系怎么样了。然后关系好了就是85折，然后关系差一点就是9折。如果你自认为跟这个员工的关系其实没那么好，你当提出要求的时候，你可以说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个9折，就是你先这样开始。如果他对你印象比较好，就是他主动提85，那其实这种起码来说对你来讲，你心里能更有底一点，就是这个人还靠得住嘛，是吧？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啊。这是第一个员工会觉得头疼的。第二个员工会觉得头疼的是什么呢？你跟我是好朋友，我给了你一个85折，然后其实你是帮你的朋友买的，这个是员工非常头疼的。因为公司是有严格规定，给谁就是给谁的，没有说我给了你，你再给第3者的，这个是违反员工守则的。如果是公司严格查起来，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起码来说，1年之内给谁就是给谁，只不过有的时候你知道，限于各种原因，就是可能也没有查而已。但是这件事情，当然我也承认，有一些员工也是大大咧咧的，不是每个人都，你知道内向的人比较较真儿嘛，他会看这种问题。但是可能很多员工，特别是新进职的员工，他也不 care 这个问题，可能给你就给你了。但是我觉得您看了我的节目，然后正好你要有一个员工的朋友，你自己主动的做好，这个是在这位员工的心中，他一定会对你有一个加分的。这个是没问题的。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员工折扣，能让你跟这个员工的关系越来越好，而不是说买着买着就你们俩关系崩了，是吧？所以尽量就是给谁用就是给谁用，不要再转手给你的朋友。这种时候其实这个员工是很难做的。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是你比如说，咱就不说朋友了吧，是自己家人，比如说我妈，对吧？你要让我去给一个85折，但其实他不是自己用，他是要给他的朋友。其实这个时候对于我来讲，起码来说，实话实说，作为我来讲是有一点为难的。这个擦边球，我可以说这是一个擦边球。我这个你知道，在中国嘛，这个人情大于天，是吧？又是自己的亲人，那好吧，给你就给你了。但是，你内心舒不舒服，这个是不由你的理性来控制的。啊，所以这个是2方面。如果大家有一个员工朋友看了我这期节目的话，我希望可以更好的帮助你跟员工去进行沟通。那这是这一部分内容啊。那最后一部分内容，我就想跟大家聊一下，如果你没有认识任何的员工朋友，但是你旁边有非常多的 Apple Store， 你想，哎呀，我能不能天天去，然后我就找一个人，我天天去了跟他聊，然后就是他能不能就是也给我点优惠啊之类的。我不建议你这么做啊，完全不太建议你这么做。因为这个东西我刚才也讲了，Apple 对于
员工的朋友的界定是有一个比较明晰的界限的。什么叫朋友？理论上来讲，是你在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地点认识的朋友啊。你如果正是在打卡上班的时候，你认识了这个朋友，那个我不承认那是你的朋友啊。这种公司来讲是不承认你是通过业务关系去认识的朋友，这个不算是朋友。所以你说，如果真要是打擦边球，天天在 Apple Store 旁边晃，你盯着一个人认识个眼熟，然后看他下班吃饭的时候，你去跟他去聊，这个你如果硬扯嘛，我不是觉得不可以啊，但是除非这个员工主动的，就是跟你有一些表示亲近或者是怎么样的，否则的话，我整个视频里面所有不建议你做的事情里面，这种做法是排在首位的，是我第一个最不建议你做的。就是其实说白了，折扣有是好，但是没有也无所谓。就像我之前做视频一样，我现在也不是 Apple 员工，那我自己，你别说我现在不是 Apple 员工，我就算是 Apple 员工的时候，我这台打孔的美版的 iPhone 14，就是我在是 Apple 员工的时候能享受75折的时候，我自己花钱在海鲜市场买的。那你说这个折扣说白了，如果你想去占这个便宜有就有，没有也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啊。我始终觉得，如果把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情感处理好了，情感关系处理好了，它永远是金钱不能够替代的。但是如果你为了金钱，不管用什么方式啊，用各种技巧啊，让你看不出来，但是我的始作俑者迫使我跟他交往，交往有点像男女关系，但是大家知道我这个意思对吧？这跟性别没有关系，就是促使我迈出这一步的那个最初始的动力是因为金钱，我不建议你这么做，我100%不建议你这么做。所以以上就是我在 Apple 的员工折扣这一部分希望给大家带来的3方面的信息啊。一方面也希望各位能够了解一下作为 Apple 的员工到底有哪些折扣。第二方面呢，就是你如果有一个员工朋友要找他去折扣的话，你怎么做比较好？第三方面就是如果你没有员工朋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我希望的回答是别想这个办法，不需要想这个办法。啊，这个有员工折扣当然更好，没有员工折扣有啥大不了啊？谁稀罕你点员工折扣，对不对？所以我一直强调的是，员工折扣是联系员工和员工的家人朋友之间的一种桥梁，是让你和你的朋友，让员工和员工的朋友之间变得更好的一个工具。那么工具是有两面性的。我们要把工具往有益的方向去用，而不要把一个工具往有害的方向去用。而评判这个益和害的标准，其实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最后有点上价值，但是这个不是我刻意为了做节目而上的价值啊，而是就是聊到这儿了，我此时此刻的真实所感和所想分享给各位，希望能够对各位之后和员工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有一丢丢的帮助。好，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